熱血，無懼雙説口。豪情義氣蓋世，讓名字記百世，生命洪流，紅火千載不朽，光輝在寫我葬身後，英雄但求曾經璀璨便足夠。哦，對與錯進與退，生或死看透。哦，若曾獲好知己，生命復何求？憑我兩手，更改世代的春與秋。絕情絕愛似我，傲然踏千山，勝敗不悔疚。哦，對與錯進與退，生或死看透。哦，若尋獲好知己，生命復何求？憑我兩手，更改世代的春與秋。絕情絕愛似我，傲然踏千山，勝敗不悔疚。郡主请。宇文大哥，他们说你是刺客，是不是真的？是，我真正的身份是刺客。皇上是你杀的？安禄山并非我所杀，在我下手之前，他已经被人杀了。真的？我进宫的目的是想杀安禄山。如果他是我杀的，我一定会承认。我不知道你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除了隐瞒我的身份之外，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。你为何要做刺客刺杀皇上呢？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啊？我身为大唐的子民，安禄山身为大唐的节度使，他竟然拥兵自重，篡夺李唐的江山，此乃逆贼所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本宫乃燕国郡主，难怪你对我如此冷淡。你虽然被安禄山封为郡主，但你天性纯良，我对你根本无偏见。但是我和柳姑娘乃真心相爱。如果你被斩首，你还有机会再见柳姑娘吗？只要你说出真相，将主使你的人供出来，本宫可以向太子求情，免你死罪。你肯帮我？你帮我逃出皇宫？我不是怕死，我是不甘心死得不明不白。我要查出真相。请恕我无无礼。我明白。安禄山虽然已经被杀，但是烟花被捕，他的刺客身份已经败露。根据天宝堂的堂规，刺客一旦败露身份，就必须当场服毒自尽。但是如今烟花依然未死。哎，烟花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，我想一定另有内情。烟花的身份既然已经败露，万一他供出天宝堂，恐怕牵连甚广啊！
我了解烟花，他绝对不会背叛天宝堂的。哪能为了烟花一个人，要整个天宝堂冒此大险呢？是不是？此大总管必须以天宝堂为重，以大局为重。你们议决是否要杀烟花灭口？属下赞成杀烟花灭口。属下。14名叩见殿下。命令。盘问结果如何？回殿下，审问多时，刺客艰巨招供。可恶！退下。是。说，你是否受命于钱塘宗室李亨？你真的不怕死？任你再怎么逼宫，我绝不会透露半句。好，既然你冥顽不灵，我就展现你手机。禀告殿下，有刺客闯入天牢后院。哼！岂有此理！殿下息怒，臣已经吩咐朝议带领兵马四处搜捕刺客。史将军，你必须谨记，此事只宜秘密进行，以免被臣民知道父王乃是遇刺身亡的。臣知道，臣已经吩咐众人暗中行事。还有，一旦抓到刺客，格杀勿论。臣遵命。康宁郡主驾到。殿下，殿下，臣先行告退。郡主。参见殿下。殿下，宇文轩是否已经逃脱了？他的同党闯入天牢，此人趁乱逃去。童儿，你为何对此人如此关心呢？宇文轩曾对我说过，皇上并非为他所杀，他潜入寝宫之前，皇上早已经驾崩了。童儿，你宁愿相信一个刺客，而不相信我？可能其中有所误会呢。你不用再维护此人。我知道你与此人是朋友，但他的确是刺杀父王的凶手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和我同仇敌忾。童儿，我知道你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父王驾崩之后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人，你应该处处为我着想，多加维护。真没想到你居然能从天牢里逃出来！我也没想到总管你会一跃单刀赴会。你以为我会带人来杀你灭口吗？总管，
刺杀安禄山一事，所以会失败，并非属下的错。哼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此乃事实。安禄山在我未下手之前，早已被人所杀，所以属下怀疑，此事必定有内情。安禄山肯定是被他人所杀，但至于对方有何企图，我暂时还不清楚。但我绝对不会甘心做人家替死鬼。真相是否如你所言，我自然会向堂主禀报。但是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按照堂规，你必须一死。如果是属下的错，我甘愿受死，但是我绝对不肯含冤而终。野花，你是我栽培出来最出色的刺客，我也是逼于无奈呀。总管，给我时间，待我查明真相之后，我自会跟总管回去向天宝堂交代。可惜堂规不可违。总管，我身为总管，理应将你就地正法。念在你我师徒一场，你自行了断吧。死有轻于鸿毛，重于泰山。我虽然不怕死，但是我绝对不能死得不明不白。就怪我无情了。青出于蓝。你曾经提拔过我，我不会杀你的。兄儿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义父本想去卓约堂探望你，岂料竟见店铺被封，长工吴勇也下落不明啊！此事一言难尽。是否惹上了官非？我本与友人合伙做买卖，无意中得罪了朝廷中人，所以才遭官府追捕。哎，何以会得罪朝廷中人呢？其中有何差错，我暂时还未得知，但是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你可要义父帮忙啊？孩儿又岂敢要义父为我冒险呢？唉，看来此处孩儿不宜久留，孩儿告辞了。哎，轩儿，如今你有难，义父又岂能袖手旁观呢？你就在此暂避，没什么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，此地很安全的。但是，哎，如果你还认我这个义父，就留下来。老夫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，就算拼之一死，也在所不惜呀。义父，哎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天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的。但如今吴勇下落不明，我反而担心他的安危。过2天，义父进宫表演，我会帮你打听的。你又去找他？宇文大哥2天没来找我了，我怕他出了什么事。你不用再去了，我刚才经过卓约堂，看到那里已经被官府封了。宇文大哥是不是出事了？可惜查不出原因，也没人知道他们主仆2人的下落。总管，小乔，我这次来有件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
哎，吃饭。好。想不到孩儿落得如此地步，还要义父你来照顾我，孩儿实在心中有愧。只要你平安，我就放心了。来，我做了你最喜欢的太白鸭，趁热吃啊。好。你还在想那件事啊？只要这件事还没有查个水落石出，我都没有办法不去想的。轩儿，你可否想过离开大燕的势力范围，那你就不用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。逃避乃是懦夫所为，还没查明事实真相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知道，你不去查过看过是不会甘心的。那无论如何，义父一定鼎力相助。多谢义父。哎，你说与人合伙做一宗买卖，无故得罪了朝廷中人，那你合伙人如今又如何？这个人的身份神秘，我这一宗买卖也是经过一个中间人传递消息。如果要查明事情的真相，我想先要找出那个中间人，再加以追查。万一行踪暴露，你随时会被官府拘捕的。哎，倘若义父可以帮你，义父，此事没人可以帮得了我，一定必须靠我自己。记住要小心呐。原来皇上患疾病驾崩了，太子安庆绪会接位呀。哎呀，皇上怎么突然得了这种病啊？对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就是小乔，你就是传讯人小乔。你认错人了。你不用掩饰，这纸风筝就是天宝堂独有的传讯方法。你知道天宝堂的事？莫非你是天宝堂的人？你是不是小乔？快说！我并非小乔，小乔另有其人。你再不肯说，我就杀了你。我的确并非小乔，我是飞龙总管手下的传讯人白雪。小乔当日负责传讯于我，但是执行任务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生变故，我必须找到小乔，查出真相。你可别逼我杀你！我与小乔在不同总管之下办事，我从未见过小乔，只闻其名。况且，最近小乔之名已在传讯人的名单之上消失。到底小乔转换了身份，还是已经死了？你应该知道天宝堂规定的借条，我无可奉告。风筝上面画的是刚更换过的暗号，你不会懂的。看来你也不会解释给我听。违反堂规者死，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的。你走吧。刺杀烟花，我一直希望能由传讯人转为刺客，如今得偿所愿，本应感到兴奋，但是想不到，我明白，烟花一直是你负责通传的刺客，如今反而要亲手杀他。虽然我和烟花素未平生，但是毕竟共事多时。身为刺客，只要堂主有令，至亲的人都要杀。可能他违反堂规，应该受惩罚。我明白。既然堂规如此，就算他倒霉吧。烟花是个出色的刺客，要杀他绝非易事。你要小心行事啊。这是我第一次刺杀行动，我的确有点紧张，但是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
我虽然只是一名传讯人，飞狐总管仍要我留在你身边协助你。此次行动，我可以在旁协助。烟花的警觉性极高，我认为此次行动人越少越好。根据风声上面传达的消息，烟花如今藏在城内的得意斋，你打算何时下手啊？今晚。小乔的名字为何会在传讯人的名单上除去呢？莫非此事与我身份暴露有关？今晚不是进宫表演古籍戏吗？啊，演出暂时取消了，也好，免得我老惦记你的安危。隔壁住了一对恩爱夫妻，也许是两口子又在耍花枪了。可能是我杯弓蛇影。你之前说送封信去画院给柳姑娘，我已经派人给你送去了。有劳义父。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不知孟熙是否安好？小乔，办得怎么样了？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你到底有没有完成任务啊？烟花就是宇文轩，是宇文轩呢。烟花就是宇文轩，是不是你认错了？为何要杀的人偏偏是他？所以你不忍心？我不知道。我当时心乱如麻，为什么烟花偏偏就是他，而要杀他的偏偏就是我呢？烟花不应该隐瞒他的身份，不应该。这你不该怪他，你何尝不是因为天宝堂的堂规对他隐瞒身份呢？只能怪天意弄人。流水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我能明白你的心情，但你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假如不能够完成任务，你将难逃惩治，甚至要一死啊！
亲手杀心爱的人，下得了手吗？唐圭不可为。你让我冷静一下。你要在明日总管未到之前有所决定。希望你以公事为主，也为自己着想一下。义父，不必再送了。轩儿，事情越闹越大，你是否对我有所隐瞒？孩儿不敢告诉义父，是不希望义父担心，因为知道的越多，就越危险。你不妨直言，就是拼上老命，义父也会帮你的。孩儿受义父的恩情已经太多了，孩儿未能侍奉左右，已经心中有愧。我这个困局，应该由孩儿自己去解决。轩儿，你已经身陷险境，别再查下去了，远走高飞，隐姓埋名吧。我一定可以解决此事。义父在德义斋等你，义父一定会支持你的。义父，保重。后会有期。梦溪，宇文大哥，我们终于再见面了。梦溪，你在怪我不辞而别？我没想到你会突然出现，所以一时太惊喜了。我不辞而别，也是不想连累你。你有事瞒着我？我没有告诉你，是不想你为我担心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你有事都不跟我商量。任何事情都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。梦溪，我不要你为我犯险。你来找我，不就是以身犯险吗？我宁愿你不要来。梦溪，我要走了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与你再相见。好，你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以后别再回到这个危险的地方。不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假如有一天要离开我，你会处之泰然吗？是，我也希望可以处之泰然。但是人非草木，梦溪，你又能否将我淡忘？其实人应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何必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？只要我找到落脚的地方，我会设法回来找你。你别再回来找我。某些是怕你会被人发现，不要你冒。
道出一切。你和燕华竟然是一对情侣，若非刚才我亲眼得见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宇文大哥，宇文大哥，是你放走他的。总管，烟花就算不跌得粉身碎骨，也必定身受重伤，葬身大海。跪下！小乔，我一手将你训练成才，由传讯人而成为刺客，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。你身为刺客，私下放走刺杀对象，该当何罪？属下之罪，亦不奢望偷生，但此事与流水无关，恳求总管放了他吧。哼，流水知情不报，一样是死罪。总管，如今樱花生死未明，只要他还没有死，小乔可以再刺杀他，将功赎罪。求总管您住口！小乔未能在限期之内完成任务，就是刺杀失败。流水是无辜的，一切后果应该由属下承担。总管，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总管，报告总管，我们搜查过附近的海域，都找不到烟花的尸体。此人斗志顽强，极有可能侥幸生还。只要没找到此人的尸体，我们必须假设此人仍然在世。你二人继续打探他的下落。遵命。假如烟花仍然在世，他一定回来找你。我暂时不会杀你们俩。你们听着，好好看守他们俩。是。进去。流水是我连累了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早就劝过你，千万别为情所困。想不到，难逃此劫。以后的事，我不敢多想，只希望这一次，你和宇文大哥安然无恙。司马叔，你看，什么事？那边有个人浮在水上，是吗？啊，是真的呀！划过去看看，快点！哦，快点！真的是人啊！快点帮忙，把他拉上来！快！小心点！你怎么样？你小心点！你千万别起来啊！快点躺下啊！小兄弟啊，你总算是醒过来了，太好了！你知道吗？你已经昏迷了1天1夜了。原来是两位救了在下。是，你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就可以万事放心了。你只要安心静养就行了。司马大叔是此地的医师，医术高明，你大可以安心静养。多谢两位相救之恩。不要客气。对了，你快点喝了这碗药啊，小心伤势复发啊！喝了它啊！哎呀，这位
位小兄弟终于醒过来了。是啊是啊，各位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好啊，这位小兄弟就是宇文轩呐。天哪！他们大家呢都是这里桃花源的乡民呐。这位小兄弟啊，此乃老夫亲手种的玉米，请千万别嫌弃啊！是啊，多谢大叔。不用客气。哥哥，我种的花生很好吃的，你一定要吃光哦。多谢。多谢各位的圣意。此处遍地桃花，与世隔绝，真是一处世外桃源。你说的一点也不错，这里就是世外桃源呐。是啊，世外桃源呐。世外桃源。看各位所穿的，应该是秦朝晋国人的衣着。莫非此处就是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的世外仙境？是啊，不错。他们都是秦朝晋人的后代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为了要逃避秦朝暴政和战乱，故此来到此处隐居，不再过问外间的事情，因此依然保留了一切民风习俗，依旧保有千年前的风貌啊！原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仙境，真的确有此地。说得对呀，逍遥快乐是仙境，何须深究此桃源是否彼桃源呢？大叔，你看完整回来了。是啊。想当年我误入桃源，一时仍有许多事难以忘怀，但是结果一住就10几年呐。虽然我无爹无娘，但是我也有所牵挂。你所牵挂的是否？老夫明白的。在年轻的时候，老夫也曾经深爱着自己的妻子。但是可惜，最后他还是离我而去了。原来大叔是因此才逃避到桃花源来的。往事不堪回首，老夫看破世间丑恶，故此甘愿在此隐居下去。对了，你又因何会身受重伤，在海上漂流呢？正如大叔刚才所说，往事不堪回首，过去的事，我也不想再提了。不错，能够将不愉快的事彻底忘怀，又何必要旧事重提呢？对了，大叔不知你何时再去采药呢？我上次采药不成，所以明天我会再去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老夫帮你买回来的？是这样的，大叔，我想你帮我送一封信给一位姑娘。我知道，要你一时了无牵挂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此事老夫一定会帮你办妥的。大叔你要谨记，千万可别亲自送去，找人送去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你怕老夫有危险吗？不是，我怕你亲自送去的话会被人跟踪。
哦，行了行了，此事老夫会特别小心的啊。那有劳大叔了。烟花找了个叫花子，送了一封信函。他依然未死，那信……可惜，他没有提到他现在身在何处。不过，他约了你2日之后在河边相会。怎么？你怕我杀了他？我只是在计划，如果亲手将他杀死。我不会再让你坏事的。总管，我求你让我将功赎罪。烟花至今未知我的身份，可以让属下设法接近他，然后杀了他。与其靠你，我何不亲自出手呢？我是总管的属下，我刺杀烟花失败，如果堂主知道了，相信你的地位也不保。况且，烟花武功极高，上次总管你和3人之力都不是他对手，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由我接近他，出其不意，杀了他。好，不过你要记住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既然可以将功赎罪，我恳求总管你立即释放流水。我知道你和流水情同姊妹，所以我打算将流水作为人质。倘若半月之内你未能将烟花的人头带回来复命，我将流水处决。但是总管，不要再说了，记住2日之后河边之约。小乔，本来以为秦英去杀烟花，他们就会放了你，但是我没想到，只是从一个困局走进另一个死局。你有何打算？如今你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上，我不能再违抗总管的命令。你真的要杀烟花？杀他，是我唯一的选择。英雄誓流熱血，無懼霜雪後。豪情義氣蓋世，讓名字記百世，生命洪流，紅火千載不朽，光輝在寫我葬身後。英雄但求曾經璀璨便足夠。對與錯，進與退，生或死看透。若尋獲好知己，生命復何求？憑我兩手，更改世代的春與秋。絕情絕愛似我，傲然踏千山，勝敗不悔疚。對與錯，進與退，生或死看透。若尋獲好知己，生命復何求？憑我兩手，更改世代的春與秋。絕情絕愛。